现如今不少人都有一个穿越梦，但是不知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穿越到过去，不光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而且还不是王公贵族，或者他们的爱人朋友，是一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杂兵，这时候你该如何是好？为了帮各位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天我们就挑一个临近的穿越圣地来讲讲战国乱世中一个日本族卿身上都带了点什么，好让各位有个心理准备。族卿光听这个名字就有一股廉价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感觉十有八九就是你在策略游戏里几十块一个就能招募的便宜兄弟。这就是日本古代战争中最基础的单位。族卿最初其实就是在武士阶段出现后，跟在武士老爷身边打辅助的陪衬，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强行拉上战场的壮丁。在武士老爷开瑞全场的时候，这些杂兵主要就是负责牵马、保管武器等工作，然后在武士老爷跟敌人帅气一记头时，在后面呐喊助威撑场子。虽然有时候也会投入战斗，但是毕竟都是强征来的老农，士气和战斗意志都十分低下。后来还是那个熟悉的剧情，日本历史上发生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族卿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到了战国时代，族卿实际上成了轻步兵的代名词，与身着铠甲的武士做出区分。要说哪里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永远处于战场食物链底层的地位了。这个时代的族卿并没有严格的身份划分，无论你是流浪的武士、地士，或者是商人，还是农民、盗贼，在战时都有可能被征召到族卿部队之中。此时的武士老爷认识到，不管族卿的来源如何，尽管他们与上层武士区别甚大，但双方的作战技能都可以互为补充。成功的大明会用武士来控制军队，将步兵当作军队的一部分，重视步兵对取得胜利可能起到的作用。此时战国时期的基本作战理念才算形成。了解了我们穿越后的基本身份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装备环节了。首先我们从头开始，虽然我们之前介绍了那么多个性百出、花里胡哨的头盔，但那是武士们的快乐，族卿不懂。毕竟很多时候那一顶精工匠造的头盔可能比族卿的身家性命还贵。大部分战场上的族卿都选择头顶一个阵笠，这种头盔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割草游戏里大部分垫脚石杂兵戴的都是这个东西。阵笠这个东西一般来说是铁制的斗笠，但是也有皮质，甚至还有拿硬纸糊的。具体材质的取舍就只能看各个族卿身上财力如何了。阵笠左右以及后方往往还会加装几块遮阳布，这东西叫军帽垂布，用来遮阳阻挡蚊虫。这个构造直到二战时期侵略到别国的日军都依然在采用，用来防暑降温。阵笠除了作战时提供防护，入夜来在营火上反过来就是一口锅，烧开了水还能烹饪各种难吃的军粮。一名族卿充实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不过也有一些族卿可能是连这种程度的防具都置办不起，那就只能戴起破产版的头盔护额。没错，就是火影忍者里他们拿着苦在上面乱刻东西的护额。这种防具就是一块布条上缝上一块铁片，防御力不能说微乎其微，只能说可有可无。除了带来些许心理安慰以外，可以略微减少一点被来源不明飞矢爆头的风险。脑袋上差不多就这了，还是看看武器和身体防具吧，家人们。族卿的武器多种多样，但是要说在战场上的主力武器，非长枪莫属。最基本款的速枪，教学轻松，使用简单，只要会拿起来用尖的那段刺敌人，你就算是学成毕业了。在战场上和一群一样拿长枪的便宜兄弟站在一起，也能很大程度的减轻心理压力。等到进入混战阶段时，你手里拿什么武器就全凭本事了。能缴到一把宝刀名枪，那多半是要上交组织，粗制滥造的才轮到自己凑合用。真是情急时刻，地上抓一块石头或者土克拉也得硬着头皮上。只不过就算这长枪，有时候也需要族卿自掏腰包。北条氏政于1587年发布的一份征兵动员令中曾说，应征者要自备弓、长枪、火绳枪等3种武器之中的任意种。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时期有所好转，毕竟长枪就算了，战国时期要组建起成建制的火枪部队，单纯指望领内的农民自掏腰包，最后十有八九是凑出一堆歪瓜裂枣来。因此，假如你穿越成了一个战国时期的族卿，没有开弓射箭的本事，
又不想去拿长枪赌命的话，那最好是想办法挤进铁炮部队。毕竟比起在最前排迎接敌人，铁炮弓箭火力洗礼的长枪族群来说，铁炮族群身处后排，工作环境相对还没有那么危险。不过这不代表这里就是安全区了，因为就算你不被敌人射中，你手中的铁炮本身也是个定时炸弹。当时的日本铁炮操作复杂且危险，虽然改良后不至于像欧洲那样把一切交给上帝开光，炸膛如同家常便饭，但一个操作失误炸掉几根手指，或者炸伤半张脸还是极有可能的。到这里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指望武器了，那身体防具有没有好些呢？别做梦了，想也知道不可能。一个穷字能解释族群身上的大部分问题，因此不管是设计先进的南蛮童，还是武士们常穿的当世巨族，族青一般都穿不起整套的，所以大部分族青其实都是搞些散件来武装自己。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块能保护住腹部和胸部的腹裆和裙甲，条件再差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将竹片用麻绳绑在身上制成的扎甲。一般为了识别敌我，有的族青背上会插上小旗子，或者在胸甲以及阵笠上涂上自家主子的家纹。装甲部分完了，我们把目光转到腰上。当时不少杂兵腰上其实缠着个重量级的阴间东西，这玩意儿叫鱼绳，顾名思义就是拿芋头茎拧成的绳子。很多人觉得这不就类似腰带和武装带的东西，这有啥新奇的？新奇的地方在于这东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军粮，毕竟上了战场口粮总是要带着的。战国时期军粮主食一般是干燥的米之类的，而这鱼绳就相当于随身携带的配菜了。鱼绳一般提前在味噌里腌入味，然后晒干之后，很多族青就直接把它绑在腰上。一天的战斗结束后，幸存的族青回到本方阵地，把腰间被汗和血浸湿的鱼绳解下来，弄成段放进阵粒里，跟大米一起煮，来增加一些风味，最后跟同伴一起用这个填饱肚子。想想就不是什么人过的日子。到这儿，一个族青身上基本的装备其实就差不多盘一遍了。很多人可能要问了，等会儿从头到脚还没说脚呢。那实际上对于大部分族青来说，腿上和脚上的东西无非就是一些绑腿和草鞋，大体情况和身上的装备差不多，他们是置办不起。到这里还是祝福各位有意穿越的人士，真穿越还是找个异世界吧。往古代穿越这种事十穿九坑，万一真的穿到一个杂兵身上，别说你想象里的甜甜恋爱了，搞不好当天就会暴毙在战场上。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你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